妓院冷落名花，转业抗战前上海租界上，妓院的营业最是发达，3马路4马路小花园。做这行的人说，少些总有200-300家。到这种场所去的人是一些大商家、大阔佬和富家公子。后来813炮声一起，当时全上海人心惶惶，谁还有心思去逛妓院？因此各妓院的营业便一落千丈。更糟的是，许多富有盛誉的妓女纷纷转入舞场去当舞女，这时妓院已有不能支持的趋势。妓院的开销很大，做保姆的人早已感到难以维持，待到大世界一个炸弹爆炸，死伤枕藉，保姆们见到这种情况，已无意再支撑下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妓院的房屋分别出租，按月收取租金度日。福州路上的惠乐里是当时的红灯区，因为那时节空的房屋很少，风声一传出去，四面八方的人都来租界，也不问这住所前身是什么。这些人一住进这间屋，再也不肯搬出，因此妓院就无形消灭，只有极少数保姆硬撑住不肯出租房屋，仍想继续干这一行，但是一切供应已大非昔比。仅就香烟而言，且立刻已变为3-5牌，不久又由3-5牌变为白细胞，这样一来派头就越来越小。本来妓院的收费是论3节结账的，而此时货币贬值，什么账都不能拖，一拖便贬值，所以妓院也就难以存在了。乱世枭雄突然死亡在沦陷时期，吴四宝真可以算是孤岛上的一个枭雄。大家常常说，真不知这种人怎样死法。可是咒骂归咒骂，他的势力还是大得很，成百成千的人要设法走门路，向他投门生帖子，有些则走他太太佘爱珍的路线，拜他们做干爹干妈，这使他的声势越来越大。一天，忽然全上海的人交头接耳地说，吴四宝已经在苏州被日本军人毒死了。说得绘声绘色，有些人相信，有些人不相信。大约隔了3-4天之后，有人来告诉我，今天北火车站运来一口棺材，这棺材里面的死人就是作恶多端的枭雄吴四宝。大家认为消息真实，一时人心大快，都说眼前报真快。万不料这口棺材运到上海上天殡仪馆时，有200-300辆汽车护送，送殡仪仗长得很。后来上海人对吴四宝致死之因传说纷纭，多数说是日本人毒死他的。后来我在上海看到各项书报的记载，说法也不统一，只是存疑而已。我又买旧书的癖好，隔11年在日本买到一本胡兰成著的《今生今世》，全书有上下2后册。胡兰成原是汪派《中华日报》主笔，又当过伪宣传部副部长等伪职。他这部著作写得很坦白，把当时一切故事写得有声有色，其中对吴四宝致死之因也有长长的一段记述。我认为这本书香港人看到的不多，所以将这一段节录转载于后。那一日，吴四宝正在家里，忽然外面日本宪兵200人到来包围，四宝却机警地逃走了，这就使全上海变得风声鹤唳，到处皆是捉人。李士群则先1日必往南京，且要汪先生也下了通缉令。我在家接到电话，一听是吴太太的声音，才知她亦避匿在外面。76号的人不是乐火急拒货，他只能联络我去向李士群求援，当时都还不知是李士群要借刀杀人。是傍晚李士群来到，我去北站接着他，
只觉李士群的随身卫士即来接的76号部下，以致李士群本人皆寂寞冷落。及至李家，李太太在苏州隔壁吴家出事，竟连这里李家亦感觉一股薄暮的荒愁。我不以李士群，还则以大义，由日本宪兵来捉人，国体何存？这件事你必得出来挺。李要我联络吴太太出来见面，翌日我陪同吴太太到李家。唐生明亦在场。唐生明是靠他哥哥唐生智的排头，与李士群、吴四宝仿照桃园三结义，拜为兄弟。当下士群说：“此事非四宝哥到日本宪兵队自首不能了，我与蓝成兄及老四陪四宝哥同去。我以我的纱帽及身家性命，当场保释四宝哥回来。日本人怕我反，亦不能不答应。”我与吴太太到隔壁小房间里商量了一下，又出来，还是不放心。士群说：“你们3位都在此，灯光菩萨为证见，我李士群若出卖弟兄，日后一定不得好死。焉知此事后来当真应在他身上。”当下是我与吴太太信了他，吴太太才去四宝隐匿的地方把他带了出来，交与士群。一晨，士群与唐生明陪同四宝到宪兵队，吴太太就注意到士群没有叫我也同去。及至士群老四回来，却说是要扣留调查几天就可去保释的。但士群从此就又必往南京、苏州，推说调查统计部与江苏省政府的公事忙，2个月不到上海。